你告诉他不想打架的话就赶快滚。一位健硕的中国军人怒目圆睁地瞪着一个印度军官，愤怒地喊道。旁边的解放军战士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强压怒火，随时准备与入侵者展开一场搏杀。面对格外愤怒的中国军人，对面的印度军官只能畏畏缩缩地往后退。这一幕发生在4年前的加勒万河谷地区，而这场冲突只是中印边境摩擦的冰山一角。就在前不久，印度政府甚至还向中印边境地带增派了1万名士兵。针对这样的情况，英国智库的学者就做出分析称，印度军队未来真正的目标或许是在5年之内夺占中国的喀什地区。一直以来，中印边境地区的冲突始终都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点，特别是在近些年莫迪政府的炒作之下，中印边境地带的冲突事件更是愈演愈烈。2017年6月18号，中印两国的边防军队在洞朗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随后，印度方面又想方设法的在2020年6月挑起了著名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在这次冲突当中，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打斗。最终，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不幸牺牲，边防团长齐发宝受重伤。印度方面也为此次挑衅动作付出了20多人的伤亡代价。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莫迪政府更是表现得极为傲慢，拒绝就此事向中方道歉。中国政府也在随后对印度方面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的无耻行为表达了明确的谴责态度。虽然在此后中印双方不断推进边境问题军长级沟通机制，但在每次谈判的过程当中，印度方面的代表总是在关键的问题上胡搅蛮缠，试图搅黄双方的谈判。久而久之，虽然中印两国已经就边境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直到今天，相关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近期又有不少外国媒体爆出消息称，莫迪政府将在中印边境地区增派1万余人的部队，以加强印度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掌控力度。对于莫迪政府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我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发言人先后做出了尖锐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印度政府在边境地区持续部署军队的做法，不利于两国边境地带的和平与稳定，更与中印双方此前为和缓边境地区局势做出的努力背道而驰。而在3月15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的回应则要显得更加强硬。他表示，中国军队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的状态，用实际行动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后，张晓刚发言人还强调称，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印度政府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切尔邦。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与印度围绕边境问题的交锋始终在持续。而针对莫迪政府不断挑动边境地区局势的做法，近期有英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则给出了他们的见解。这些英国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要不断挑拨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就是想趁着中国无暇西顾之际，出兵占领我国的喀什地区，完成自己制霸中亚和南亚的梦想。印度之所以不断在边境问题上挑衅中国，有着现实和历史2层因素。一方面，现在的印度政府一直自诩为英属印度的继承者，希望维持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为了展现自身的实力，印度不惜违背国际社会的公共准则，在邻国马尔代夫维持驻军，同时也将黑手伸向了我国的藏南地区。而另一方面，我国的藏南地区也是连接中亚和南亚的交通要道，只要掌控了藏南地区的走廊地带，印度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地挺进到我国的西北，从而影响中亚。有英国智库的学者认为，如果印度想要维持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霸权，同时又要保证自己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夺占喀什地区就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因为喀什地区是我国与中亚各国保持开放和交流的桥头堡，同时这里也是整个新疆人口较多的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印度成功占领了喀什地区，那么他们就可以将喀什作为自己进军中亚的一个战略支点，从而对邻国巴基斯坦形成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并进而影响整个中东地区。英国智库学者认为，莫迪政府之所以在近些年来不断炒作中印边境地区的冲突事件，就是想趁机夺取喀什，扩大印度的霸权影响范围，同时也为扩张印度的经济影响力版图打下基础。去年，莫迪政府提出了一套所谓的香料之路战略，这套战略的挑战对象当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两者都不可避免的会经过阿拉伯半岛。如果印度能够夺占喀什地区，那么未来打通香料之路面临的障碍就会小得多。与此同时，失去了喀什这个桥头堡的中国，也必然会逐步失去对中亚各国的经济影响力。英国学者认为，未来的印度极有可能会在5年之内实施夺占喀什地区的计划，因为随着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起来，印度高层的不少人认为，中国必然会减少对西南地区事务的关注度。
这个时候，集结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正好可以趁虚而入，完成他们的战略目标。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英国智库学者发表的这些观点表示了质疑。毕竟，当下莫迪政府还没有展现出任何要与中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姿态。从印度国内政坛目前的局势来看，莫迪和他的同僚们不断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争端的原因，或许与即将到来的2024年印度议会选举有关。作为印度总理的莫迪是一个极端的印度教徒。当年莫迪之所以能够带领着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莫迪利用极端的印度教义团结了一部分选民。在莫迪当上印度总理之后，他不断地利用印度教中的极端主义来塑造印度人的国民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以此来弥补印度历史上缺乏国家统一意识的缺陷。印度教徒占到印度总人口的 83%， 只要团结了这一部分选民，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就能够稳坐钓鱼台。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莫迪更是不惜对国内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同时他也会时不时的在中印边境地区刻意制造一些事端，来激发起印度教徒心中的民族情绪。比如，莫迪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苏杰生谈起中印边境冲突时，就曾经坦言称，未来印度在应对中国时，应该让婆罗多的元素变得更多一点。上一次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冲突时，莫迪就刚刚从2019年的大选中顺利胜出，因此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冲突被很多人看作是莫迪政府巩固地位的一种策略。眼看着2024年的印度议会选举又即将开始了，当下印度政府向中印边境地区增派1万名士兵的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像当年一样故技重施。据一些外国媒体报道称，为了时刻保持对两国边境地区局势的监控，印度还特意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无人机，并将其部署在了中印边境地区，以增强己方的实力。不过，随着中国和不丹的边境条约正式签署落地，中印边境地带可以留给印度政府进行表演的空间将迅速缩小。想必莫迪政府的高官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目前，印度军队的活动范围还是仅仅局限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军队还没有展现出任何想要夺占喀什地区的信号。即便印度军方高层真的产生过这样的想法，那么恐怕也只能向强大的实力和现实屈服。即使有着许多殖民者留下的军事和工业基础，但在1962年的那场边境战争中，印度依然没能战胜解放军的边防部队。到了今天，中国军队已经靠着独立自主的发展，拥有了足以跟美国匹敌的军事实力，但印度军队依然还用着万国派武器，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况且，中国虽然要防备不怀好意的美国及其盟友国家，但我们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西南地区的关注，更不会让印度有侵略我国领土的机会。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媒体酷爱炒作印度和越南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两国有可能超越中国的论调，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是相当无聊的。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国能取得如今的发展成就，靠的是独一无二的智慧。西方各国学者和媒体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论调，几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痛快打脸。一切正如我国国防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在边境地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目前，边境地区的一切局势都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斗争，中国人民固然知道和平的可贵，但如果有外敌胆敢入侵我国的领土，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好应对风高浪急的准备。